穿越鬼灭世界重生成为主角炭治郎。不过穿越回来的时间线竟是炭治郎全家被遇害那天。手握满级日之呼吸的我本想提着破柴刀10分钟速通大结局，结果被不讲武德的无惨偷袭，强行打了一管高浓度鬼血。于是我便从卖炭少年变成了长发及腰、美若天仙的绝世女鬼，而祢豆子则扛起大木箱，为了保护变成姐姐的我战斗。鬼杀队的画风彻底变了，一个手握日之呼吸、砍头不死还美若天仙的女鬼开始追着鬼之始祖满世界砍。此时，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鬼武士无惨穿着一身昂贵的黑色西装，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今天心情不错，他打算去前面的山里找一家人测试一下自己新调配的血液，希望能制造出不怕阳光的鬼。突然，无惨停下了脚步，前方10米外的雪地里站着一个少年，少年穿着黑绿相间的格子，与之手里拎着一把生锈的柴刀，正用一种看死人一样的眼神冷冷地盯着他。无惨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少年的瞬间，让无惨的脑海深处不可遏制地浮现出一个拿着红色武士刀的恐怖身影。纪国元一，你是谁？刚穿越过来的我根本不打算跟他废话，看到这张脸的瞬间，日之呼吸一之行，元武没有废话，没有试探，起手就是满级大招，一道炫目的火光在暴风雪中轰然炸开，瞬间撕裂了风雪。无惨甚至没有看清我是怎么移动的，他只觉得脖颈处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灼烧。生死关头，无惨的求生欲爆发，背后的触手猛地弹出，挡在身前，哭哧，触手被附着着日之呼吸的柴刀瞬间切断，切口处燃烧着熊熊烈火，怎么也无法再生。这不可能！无惨内心的惊恐达到了极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区区一个拿着破柴刀的人类小鬼，为什么会用那个男人的招式？我眼神平静的可怕，算你运气好，不过没关系，下面还有12连击，你可以慢慢享受。日之呼吸2之行，碧罗天。接下来的5分钟是无惨活了1000年以来度过的最绝望的5分钟，他引以为傲的恢复速度在日之呼吸的灼烧下变成了笑话。他的每一次攻击，每一个假动作都被眼前这个少年一眼看穿。这家伙明明看起来只有13、14岁，但那恐怖的压迫感简直比当年的纪国元一还要让人窒息。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被切成1500块，无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疯狂的怨毒。既然打不过，那就爆了！在我的柴刀即将砍断他脖子的瞬间，无惨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放弃了防御，硬扛着被砍掉半边身子的代价，将剩余的触手化作最尖锐的毒刺，猛地扎进了我的胸口。噗嗤，鲜血飞溅，大量的浓郁到令人发指的鬼王之血被疯狂地注入了我的体内。死吧，在我的血液中痛苦的爆体而亡吧！无惨接着反冲力，像一条被踢飞的野狗一样疯狂后退，连狠话都没放完，直接发动血鬼术，连滚带爬的逃跑，只留下一地燃烧着火焰的断肢。我丢掉柴刀，住胸口，倒在雪地里，大意了！我没想到无惨居然这么不要脸，打不过就强行喂血，一股岩浆般的剧痛在体内炸开，大量的鬼血在疯狂破坏我的细胞，试图将我重组。该死，我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大家还在等我回家，意识渐渐模糊，最终陷入了黑暗。不知过了多久，风雪停歇，微弱的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我在一阵刺骨的寒意中猛地睁开眼，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伤口完全愈合了。不仅如此，我的视力、听力、嗅觉全都提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变成鬼了吗？我挣扎着爬起来，走到路边一个水洼旁，低头看去，水面上倒映出的不再是那个阳光坚毅的卖炭少年，而是五官精致到极点的少女。原本的酒红色短发此刻变成了及腰的长发，额头上的斑纹还在，但却因为柔和的面部线条多了一丝奇异的魅惑感。我呆呆地看着水洼里的自己，完了，不仅变鬼，还变性了。就在这时，一阵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从不远处传来，我转过头，只见一个黑发青年正手握着日轮刀的刀柄，是水柱富冈义勇。去死吧，恶鬼！义勇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蓝色的日轮刀，摆出了水之呼吸的起手式。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师兄，面无表情地捡起了地上的生锈柴刀，绝美的脸庞上扬起一个和善的微笑。富冈先生，你迟到了。水之呼吸一之行，水面斩击，湛蓝色的水波划破空气，义勇的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刀刃直逼我的脖颈。他打算先制服这只奇怪的女鬼再说。然而在通透世界的视野下，义勇的肌肉收缩，血液流动，在我眼里慢的就像是电影的慢放镜头，太慢了。啪的一声，义勇只觉得眼前一晃，自己志在必得的一击竟然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他震惊的瞪大了眼睛，那只绝美的女鬼竟然只用2根雪白纤细的手指就轻描淡写的夹住了日轮刀的刀刃，这怎么可能？就算是上弦的鬼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接下这个斩击。我松开手指，往后退了2步，以示自己没有敌意，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封不动的告诉了义勇。如果说刚才空手接白刃让义勇感到震惊，那现在简直就是一颗陨石砸进了义勇的脑海里。见义勇还有些迟疑，我直接抛出重磅炸弹，你的师傅就是玲珑左近次，他还住在霞雾山，对吧？听到恩师的名字，义勇最后一丝防备也卸下了，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额头带着火焰斑纹的绝美女鬼，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她虽然是鬼，但好像还挺通情达理的，而且长得真好看。行了，别发呆了，天快亮了，我们先回我家再说。只是一低头，那沉甸甸的负担感让我再次叹气，当女人真累啊。半个小时后，灶门家的木屋前，门一开，祢豆子愣住了。院子的雪地上站着2个人，一个手里拿着长刀的面瘫男人，另一个则是一个穿着哥哥的世松文羽之美的不可方物的少女。祢豆子像小老虎一样举着扫帚挡在门口，你们是谁？把我哥哥怎么了？我看着眼前鲜活健康的妹妹，眼眶一热。祢豆子，是我啊，我是哥哥。祢豆子不仅没有放下防备，反而更紧张了。你胡说，我哥哥明明是个男孩子。我头疼的扶住了额头，只好把刚才发生的事又讲了一遍。为了证明自己，我还熟练的背出了一长串家里的秘密。你睡觉喜欢踢被子，花子最喜欢的玩具放在柜子第2层。祢豆子手里的
扫帚慢慢放下了，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你真的是哥哥？我苦笑着摊开双手，就是现在可能得叫姐姐了。祢豆子红着眼眶，一把丢掉扫帚，猛地扑进了我的怀里。哥哥，我还以为你被野兽吃掉了。太阳终于跳出了地平线，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了院子里。阳光照在我手背上的瞬间，一阵皮肉烧焦的剧痛猛地袭来。哥哥，你怎么了？我猛地往后一跃，直接躲进了木屋的阴影里。看来，哪怕有日之呼吸的底子，现在的我依然无法克服阳光的弱点。富刚一勇握紧了刀柄，上前一步。你现在是鬼，如果被其他的斩鬼剑士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斩下你的头颅。祢豆子听到这话，立刻挡在我的面前，不许你伤害我哥哥，我不杀他。祢豆子的目光落在了义勇腰间的日轮刀上。刚才这个男人说过，他是斩鬼的剑士。祢豆子一头磕在雪地上，这位先生，请你教我如何战斗，请教我如何使用那把刀。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成为斩鬼的剑士，保护哥哥。安静，院子里死一般的安静。我没有阻止祢豆子，在这个恶鬼横行的世界，只有自己掌握力量，才能真正保护想保护的人。而且有我这个满级大号在旁边当陪练，祢豆子绝对能成为鬼杀队最强的新星。义勇终于开口了，你站起来，去霞雾山找一个叫玲珑左近次的老人，信里我已经说明了情况。说完，身影瞬间消失在风雪的尽头。义勇走后，画风彻底变了。为了躲避阳光，我和祢豆子做了个大木箱，像上一世我背他那样，这次换成了他背我。来到霞雾山后，有我这个满级日呼陪练，祢豆子进步很快，1个月就掌握了日之呼吸和水之呼吸。上一世我怎么砍都砍不坏的巨石，他手起刀落，轻松劈爆，连玲珑左近次都夸他是100年不遇的天才。既然这么有天赋，我打算不带祢豆子参加藤席山试炼，直接去产巫夫宅邸面见主公，看看能不能给祢豆子封个盟主。鬼杀队总部蝶屋，除了富刚义勇，其他8柱从来没有见过祢豆子。当他们听说有个鬼杀队新人带着个鬼来到鬼杀队组，差点炸了。所以一进门，祢豆子就被迫跪在庭院中央的白沙上，双手被粗糙的绳子反绑在身后，而那个装着我的子木箱则被扔在了距离他几米远的地上。不死川石弥脸上带着无比狰狞的冷笑，喂，开什么玩笑？富刚，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居然没有当场把他砍了。蝴蝶忍则是微微皱起了眉头，不死川先生，请你冷静一点，在主公大人到来之前，请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少拿主公大人来压我。不死川石弥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向跪在地上的祢豆子，喂，小丫头，你口口声声说里面的鬼不吃人，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这只恶鬼的真面目。话音刚落，不死川石弥猛地拔出了腰间那把绿色的日轮刀，他没有丝毫犹豫，对准了地上的子木箱，狠狠地刺了下去。祢豆子眼眦欲裂，不要！他拼命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蛇柱一黑小巴内用手肘死死地压住了祢豆子的后背，让他动弹不得。放开我，不许伤害我姐姐！锋利的刀刃深深地没入了箱体之中。不死川石弥疯狂地大笑起来，出来吧，恶鬼，快点让我看看你那丑陋贪婪的本来面目。庭院里死一般的寂静，1秒、2秒、3秒过去了，没有任何鲜血流出来。不死川石弥皱了皱眉，难道这一刀直接把那只鬼给刺死了？就在不死川准备拔出刀再刺第2下的时候，咔嚓！你这头没有教养的疯狗，是谁给你的胆子弄坏我的门，还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的妹妹？声音落下的瞬间，轰隆，那个坚固无比的子木箱就像是被塞进了一吨高爆炸药，从内部轰然炸裂。不死川石弥离得最近，他下意识地举起手臂挡住脸。什么东西？一道高挑曼妙的绝美身影从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只女鬼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阳光下。在霞雾山修行的这段时间，我偷偷找到朱氏，和他达成了合作。他抽取我的血液培育出药剂，可以大大减少阳光对我的灼烧。这一点我连祢豆子都没告诉。祢豆子惊讶地张大了嘴，甚至忘了哭泣。姐姐，你怎么？炼柱甘露寺密里捂住了嘴巴，小脸变得通红。天啊，好漂亮的女孩子！我缓缓抬起头，目光死死地锁定了站在不远处的不死川石弥，以及那个正把祢豆子按在地上摩擦的蛇柱一黑小巴内。没有拔刀，也没有使用任何呼吸法。砰！地面的白沙瞬间炸开了一个大坑，我的身影瞬间消失。不死川石弥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下意识地举起日轮刀，想要防守，在哪？但是太迟了。我已经出现在了不死川石弥的面前。啪！一声清脆响亮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耳光声，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封住那张布满伤疤的脸上。哇！不死川石弥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这一巴掌直接扇得双脚离地，在半空中疯狂旋转了720度，然后化作一道残影，重重地撞在了10几米外的一堵厚重的青石野墙上。双眼翻白，当场被打得失去了意识。一巴掌秒杀封住，我随手甩了甩刚才扇过封住的右手，随后目光死死地锁定了正用手肘将祢豆子按在白沙地上的蛇柱一黑小巴内。一黑小巴内只觉得一股凉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脖子上的白蛇滴完更是发出了不安的嘶嘶声，发出最为强烈的危险警告：逃，快逃！他猛地松开了压制祢豆子的手，想要向后跃出拉开安全距离，可就在这1%秒内，我已经出现在他身后。一黑小巴内甚至来不及去拔腰间那把如同蛇般弯曲的日轮刀，他只感觉自己的后衣领猛地一紧，我就像是拎起一只不听话的小猫咪一样，单手将这位令人敬畏的蛇柱大人直接提到了半空中。你刚才压得我妹妹很疼吧？既然你这么喜欢把人往地上按，那就去水里好好清醒一下吧。接着我就像是扔掉一袋垃圾一样，猛地将一黑小巴内甩了出去，伴随着扑通一声巨大的落水声，一黑小巴内连人
连带蛇，砸进了庭院角落里那个用来观赏的巨大锦鲤池里。接着我快步走到祢豆子身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解开绑在祢豆子手腕上的粗糙绳索。没事吧，祢豆子？有没有弄伤哪里？对不起，姐姐刚才睡得太沉了，没能第一时间出来保护你。祢豆子揉了揉手腕，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我没事，只要姐姐没有被那个人伤到就好。一直保持着沉默的虫蛀蝴蝶人，眼底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这真的是一只会吃人的恶鬼吗？一道无比洪亮、中气十足的嗓音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炼狱性兽狼突然大踏步地走了出来，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虽然你是鬼，但是你刚才展现出来的绝对力量，以及为了保护妹妹而不顾一切的炽热情感，我炼狱性兽狼认可你的心性和实力了。刚刚从水池里爬上来，浑身湿淋淋的伊黑小巴内愣住了。炼狱这家伙在发什么疯？居然去认可一只鬼！炼狱双手叉腰，对着我大声喊道：“这位强大的女鬼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务必做我的妻子。我一定会用我这把言之呼吸的日轮刀，好好保护你们姐妹俩的。”咔嚓，这是在场所有人理智断裂的声音。炼柱甘露寺密离双手捂住通红的脸颊，炼狱先生好大胆，居然当众求婚，好浪漫啊！我叹了一口气，刚准备用最毒舌的话语把这个热血笨蛋撅回去。主公大人驾到！两名穿着和服的白发女童用同样平缓的声音齐声通报。所有人在1秒钟之内全部单膝跪地，深深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就连刚刚苏醒过来的风柱不死川世弥也强忍着剧痛，满脸恭敬地跪在了白沙地上。产巫夫药哉在2位女儿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出了和室。产巫夫药哉的声音异常轻柔：“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世弥强忍着疼痛，用无比恭敬的语气代表九柱做出了回应：“主公大人，今天在神圣的总部，不仅有带着鬼的对视，甚至还有一只公然打伤柱的恶鬼，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被原谅，请主公大人下令，让我将他们就地正法。”产巫夫药哉微微抬起手，示意不死川世弥安静。关于灶门祢豆子带着鬼执行任务的事情，我是知情且允许的。伊黑小巴内震惊地抬起头：“什么？主公大人竟然允许？”产巫夫药哉微笑着从袖子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前任水柱玲珑左近次以及现任水柱富冈义勇联名写给我的信。信中提到，如果灶门探子出现任何吃人的行为，玲珑左近次、富冈义勇以及灶门祢豆子将会切腹谢罪。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陷入了死寂，竟然有柱愿意为了一只鬼赌上自己的性命。说到这里，产巫夫药哉面向我，微微地点了点头，我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同样微微欠身，行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平辈之礼。产巫夫先生，初次见面，石迷依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猛地磕了一个头。即便有2人的切腹保证，即便他杀了一个下血，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吃人。产巫夫药哉温柔地叹了口气，石迷说的也有道理。他再次将脸转向了我的方向，探子小姐，既然大家心中还有疑虑，您是否愿意向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展示一下您体内那股属于人类的斩断黑暗的希望之火呢？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出。我转过身，从祢豆子的腰间缓缓抽出了那把漆黑的日轮刀。九柱瞬间紧张了起来，纷纷将手按在了刀柄上。我手握日轮刀，完全的走入了庭院中央那片刺眼的阳光之下，没有燃烧，没有灰烬。我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全集中，日之呼吸。嗡，黑色的刀刃从刀柄处开始，迅速褪去了原本的颜色，取而代之的是宛如太阳核心般刺眼夺目的猩红色，完全体的褐刀。这还不算完，日之呼吸1之形，元武2之形，碧罗天3之形，烈日红镜4之形，幻日红。炽热的高温一波接一波的洗刷着九柱的脸颊，这不是鬼的力量，这是所有呼吸法的起源，险些将鬼5世无惨彻底杀死的终极神技。施展完12形，我收刀入鞘，平静的语气在庭院内炸响。现在你们还觉得我是一只会失控吃人的劣等恶鬼吗？